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一个好久没联系的人，突然间给你发了一句：“在干嘛？嘿，好久不见了，昨晚梦到你了。”你盯着手机3秒钟，心里闪过一句话：“他是不是想我了？”我先给你提个醒，很多时候他不是想你了，他是在确认你还在不在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告诉你一个词儿：情感钓鱼。你知道钓鱼的人最在意的是什么吗？不是鱼竿，不是鱼饵，是有没有鱼上钩，你同意吧？有一类人会定期给前任、暧昧对象、旧关系发信息，不谈未来，不谈关系，不承担任何责任，只是一句“嘿，你还好吗？”像往水里丢一根线，看你咬不咬。你一回，不管是文字、语音，或者只是一个符号，点个赞，或者是踩一下，他心里立刻亮灯，你还在意，你还回应他，他对你还有影响，这就足够了。那钓鱼短信长什么样呢？钓鱼的人会突然毫无预警地给你发：“嘿，过得好吗？你想我了吗？昨晚梦到你了。”或者在你生日、新年、中秋等节日送上祝福，或者表示担心你，比如在离你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发生飓风，他也会来问你：“你还好吗？”或者蹭热点，比如你喜欢的球队得了冠军，你家里的人有点什么事儿，或者你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个信息，你买了新车，等等等等。这些信息的共同点是轻浮、暧昧、无承诺，目的不是沟通关系，而是确定你还在不在。而且他们特别会挑时间，在你脆弱的时刻出手，比如在你生日、节假日没人陪，你感到孤独的时候，或者在你刚分手、情绪处于低谷的时候，又或者你真的经历了危机，别人没有来关怀，他又偏偏来问。甚至在你心情好的时候，你喜欢的球队赢了，你状态很好，于是你的警觉下降。又或者在你觉得自己已经疗愈了，你觉得可以轻松聊2句，我不会受到影响的。注意啊，快乐和自信能让人降低警惕，你觉得你能 handle， 这时候更容易掉进坑里。开始回应之后，往往会出现2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你回应的多，你开始讲自己的生活，你分享自己的近况、情绪细节，这时候他可能突然安静，甚至停止这次钓鱼。第二种，你保持轻松暧昧，但你开始推进实质性，比如你问要不要见一面，要不要打电话，这个周末方便吗？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典型的模式，他的回复变慢，他开始回避你的问题，把话题划开或者直接消失，然后你就会陷入经典情绪：哎，我就知道我又被拉回原点了，我怎么又上当了？我明明以为我已经好了。这就是钓鱼人的剧本，你一认真他就撤退，你一撤退他就来。很多人会骂自己：我怎么这么没出息？我跟你说吧，你不是软弱，你是人。你曾经认真的爱过，你的大脑还记得那种连接，这叫创伤绑定。不是你不争气，是你的神经系统还没有完全退场，所以你回了，这很正常，别再责怪自己。这里我要强调一点，它不是要把你吸回到关系里重新控制你，而是像休闲钓鱼那样，把线儿扔到水里，钓到就炫耀一下，然后把鱼再扔回去。也就是它不是为了要恢复关系，它是为了验证自己还能钓到你，以及把你当成一种晚上的娱乐。想象一下，他晚上躺在沙发上刷手机，同时往水里丢很多线儿，给3个前任、2个暧昧对象、1个旧备胎群发试水，谁咬他跟谁聊。不是因为你不特别，
而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负责任。打个比方，自恋型或者是情感不健康的人，会把前任或者是旧关系当成收藏品，像收藏手表、摆件、钢笔一样放在玻璃柜里，无聊的时候拿出来欣赏一下，得到满足，然后再放回去，不再负责任。你不是他的未完成的爱，你是他的备用确认感。我听过一个科学家讲大西洋鳕鱼进化的新闻，以前鳕鱼很大，像小孩子这么大，但后来越变越小，因为只有游出网的才能存活下来，而只有存活下来的才能繁殖，所以后代越变越小。你看这些小的鳕鱼反倒具有生存优势，存活至今。人也是，你现在看懂这些机制，不是为了仇恨谁，是为了进化，进化到不再上钩，能游出网。所以呢，别去咬水里的线，如果不小心被勾了一下，对自己温柔一点。而且当对方把你扔出去，虽然有刺痛，但长期看还是赢的。我们下次见。